医院看似赚钱，为什么年年亏本？医院里人满为患，一堆检查项目做下来，少则几十，多则上千，看似暴利，可是却总说自己不挣钱。那么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，老百姓的看病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，但依旧存在治疗费用偏高的问题。即使是医保报销了一部分费用的前提下，昂贵的治疗费用还是给一部分家庭造成了不小的负担。从2015年到2020年，医院的单人平均门诊治疗费用增加了60多元，而住院治疗费用则增加了接近2000元。为什么医院的物价涨得这么快呢？首要原因就是检查项目的增多，这些项目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，累计加起来的费用就比以往贵了。同时，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，很多人的身体素质大不如前，抛开癌症和其他大病不说，各种小毛病也是越来越多。去了医院就需要做各种检查。除此之外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身体健康，会定期体检，体检就免不了要做一系列检查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立医院的数量逐渐增多，现有的一些公立医院难以满足群众看病的需求，这时候私立医院就发挥其重要作用了。但是私立医院是没有国家财政支持的，收费自然就比公立医院高了很多。治疗费用偏高，医院里人满为患，这么看来，医院应该是很赚钱的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暴利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国内的很多医院虽然人满为患，但却面临着亏损的局面。我国有 20% 的公立医院都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局面，如果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，这些医院恐怕已经破产倒闭了。公立医院是具有公益性质的，由国家财政提供资金支持，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。大多数公立医院都需要自负盈亏，赚到的钱还是需要上交给国家财政部门的。医院的一些先进医疗设备一般是很贵的，尤其是进口的设备，少则几十万，多则上百万。而且有些医疗设备的使用年限只有10年甚至更短，经常需要更新换代。医院每年的治疗设备购置开支是非常大的，医院还需要支付员工的工资。一家医院里的员工数量是非常多的，他们的工资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大部分在医院工作的员工学历都是比较高的，尤其是医生，几乎都是硕士或博士毕业，他们的工资自然就会更高一些。如果还需另外请专家坐诊，所需的费用就更多了。医院除了用现有的治疗手段和药物为病人进行治疗外，还需要投入一大笔费用来进行研发，以此来保证医院医疗水平的先进性，满足群众的看病需求。有些医院原本的规模较小，随着医院发展的需要土地进行扩建，购买土地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购入土地后再进行扩建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当然，不止公立医院面临着亏损，私立医院同样也是这样。照理来说，私立医院的收费比公立医院更高，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，没有公益的性质，那为什么还会面临亏损呢？正是因为私立医院的收费比较高，很多家庭条件一般的人不会选择去私立医院看病。公立医院虽然人多，但在收费方面相对比较低一些，去看病的人少了，私立医院的营业额就少了。而且私立医院是没有国家财政支持的，各方面的支出都需要自己掏钱。这么看来，医院能赚到钱实际上是很少的，很多医院都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局面，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是如此。我国医疗行业需要进行改革，不仅是为了让这些医疗机构生存下去，更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就医需要。